各位朋友，大家好。在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登基，大明王朝建立了。在那以后的几十年，社会渐趋稳定，生产得以恢复，历史上称这段时间为洪武之治。而此时的欧洲却是怎一个乱字了得。在朱元璋登基前的15年前，黑死病仍然在肆虐欧洲，欧洲有1/3的人口死于这场疾病。这个时期，欧洲大部分的民族国家还没有形成，欧洲各地的封建领主为了各自的利益是相互征战不休。此时，王权已经对天主教的教权发动了挑战，但天主教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朱元璋登基以后的8年，也就是公元1396年，天主教仍然组织了号称中世纪最后一次的十字军东征，在尼科波利斯与奥斯曼帝国，又被称为鄂图曼帝国，爆发了尼科波利斯战役。这场战役的结果是欧洲军团落败，并没有阻止奥斯曼帝国向西的扩张。而此时的奥斯曼帝国还远非日后的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相比，他们还在西征的路上，而在他们的身后还有着经常给他们以重创的帖木儿帝国。此时的世界可谓风景东边独好，明帝国以它庞大的体量、稳定的社会结构，无疑是当时世界上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最强大的帝国。但在这表面的强弱之下，却各有一股暗流涌动。两股暗流是相向而行，一股暗流是向前的，将整个社会推向前进，推向了人类发展的一个新世纪；而另外一种暗流则是向后的，让整个社会大踏步的后退。两股暗流相逢之际，恰好就是发生在公元14世纪，中国的大明王朝初期。公元1453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呢，发生了2件重大的事情。第一件就是在这一年，由穆罕默德2世率领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大军，用乌尔班大炮轰开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挥舞着弯月刀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士兵，冲入了他们很久以来都没有攻破的这个世界上最坚固的城市。而东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11世，在此前，他刚刚拒绝了穆罕默德2世对他提出的劝降要求。穆罕默德2世告诉他，只要他放弃君士坦丁堡，可以给他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留一个地方安享富贵。但这位执拗的皇帝选择了与城池共存亡。在城池被攻破之际，他脱下了他的紫色黄袍，换上了盔甲，像一名士兵一样，怒吼着冲向了敌军。战后，人们并没有找到这位皇帝的尸体，说起来也是颇令人感叹。轰开君士堡城墙的乌尔班大炮的设计师是匈牙利人乌尔班，这个人曾经服务于东罗马帝国，是君士坦丁11世颇为信任的机械师。但此时的东罗马帝国已经无力负担研制重型大炮所需的经费，甚至无法负担乌尔班本人的薪水。乌尔班转而投靠了奥斯曼帝国，为他们设计出了最后轰破君士坦丁堡城墙的乌尔班大炮。而他本人也在之前的一场炮战中因炮膛爆裂死于自己设计的大炮之下。不知道那时候他从穆罕默德2世那里领取的高额酬金是否已经花完了。公元1453年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世纪一般来说是由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一直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罗马帝国完成了代表这个时代的一个闭环。此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牢牢拥有了欧亚草原这条陆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在这条路上，他们开始向来往的商人征收重税。以往经常走这条路的欧洲的商人们开始感到不堪重负。欧洲的市场非常需要来自于东方的香料、丝绸和茶叶，所以此时的欧洲商人们不得不将他们的目光望向了海洋。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绝对没有想到，他们征收的这些高额的过桥过路费，竟然触发了一个席卷全球的大时代的来临。公元1492年，
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人类进入了大航海时代。而借助大航海时代而强大起来的欧洲，也最终将奥斯曼帝国这个庞大的地跨欧亚非的像黑熊一样的帝国变成了一只火鸡。在1453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英法100年战争结束了，英国终于从战争的束缚之下解脱了出来，他们也开始望向大海。日后的日不落帝国此时已经是蓄势待发。而此时在世界的另一端，大明帝国的皇帝正在干什么呢？此时坐在北京皇宫里的皇帝正是明代宗朱祁钰，他在日夜念叨着他的哥哥，那个仍然囚禁在蒙古人营帐中的哥哥朱祁镇。他心中默念着：哥哥，你在他乡还好吗？那个地方会不会下雨？下雨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伞？如果有伞的话，朱祁钰祈祷上天能不能改下刀子，这样朱祁镇就不会回来了。他的那个哥哥也真是不禁念叨，4年以后还真的平安的回来了。然后就是皇位易主，然后朱祁钰就成了囚犯。公元1522年，当麦哲伦在海上乘风破浪的时候，明朝此时正好是嘉靖元年。而嘉靖皇帝此时正在满地打滚，想为他的生父争取一个皇帝的尊号。这位日后经常服用大量的重金属含量超标丹药的皇帝，此时以他在地上打滚的行为，向世人宣告了他的执拗和倔强，同时也告诉后人们谁才应该是重金属摇滚的鼻祖。这位摇滚皇帝最终是如愿以偿，以廷杖的方式在左宪门对200多名朝臣施行，当场打死了19人，最终确认了他的爸爸就是他的爸爸，不是他的叔叔，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个人崇拜。在他之前，臣民们崇拜的是他所做的皇位，而自他已死，人们开始崇拜他本人。再以后到了公元1644年，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将自己的脖子伸入了绳套之中，他自缢于眉山。在死之前，他留下了一份遗言：朕良德渺功，上干天佑，然借诸臣勿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延续了277年的大明王朝终于走向了它的末日。而在此之后的5年，也就是公元1649年，在英国也有一位国王将自己的脑袋伸入了断头台的孔洞之中。不过他并不是自己要伸进去的，是被人塞进去的。这个国王就是查理一世。1649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查理一世被推上了断头台。在这之前的1588年，英国人已经打败了西班牙人的无敌舰队，争取到了海上的霸权。而在这之后的1689年，英国又爆发了光荣革命，颁布了全部法案，以法律的形式对国王的权力进行了制约。权利法案的颁布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标志着英吉利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由专制走向了民主，由人治转向了法治。而此时的中国，英国人已经确立的君主立宪制的体制，对于天朝上国来说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此时1689年正是康熙28年，皇权依旧是至高无上。康熙刚刚与俄国人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他的第3任皇后佟佳氏也刚刚去世。此时的清帝国正在走向那个被后世称为所谓的康乾盛世的顶峰的过程之中。不过这个顶峰是所谓的康乾盛世的顶峰，同时也是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权的巅峰。崇祯皇帝的遗书中说他要以发覆面，因为他不忍见他的先祖。恐怕他最不想见的先祖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了。其实他大可不必这样惶恐，
朱元璋如果泉下有知，或许更加会惶恐自己的所作所为，导致了明朝以及清朝中国远远的落后于世界。虽然不敢说朱元璋是导致中国在近代史以后开始落后的始作俑者，但无疑他是这一过程中的巨大推手之一。一个曾经的农民、乞丐、和尚，是如何凭一己之力逆世界潮流而动，将大明朝打造成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乡村的呢？同时他又将这种基因传给了他的下一个王朝，使得在清朝时期中国变成了一个更大更有规模的农村。他是怎么做到的这一切呢？一切恐怕都要从他的出身开始说起。大家知道朱元璋是一个平民皇帝，其实说他是一个平民实在是有点不切实际，准确的说朱元璋是一个贫民。在他25岁以前，他人生中的最多体验只有一个字，就是饿，或者2个字，饥饿。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天气不好，连续几天不刮西北风的话，那朱元璋很可能就会被饿死。每次刮起西北风的时候，朱元璋都奋力地跑到人群的最前面，他想多吸几口，因为他担心有了这口就没有下一口了。朱元璋本质上是一个克勤克俭、积小慎微的农民，他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所以在他的父母兄弟被饿死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起来造反。他只要能够还有一碗剩粥喝，他就绝不会铤而走险。当年他的好朋友汤和是首先参加了刘福通的起义部队，劝他也去，但朱元璋拒绝了，因为那时候他在黄觉寺做最低层的和尚，扫扫地，每天还能喝到一碗粥，这个对朱元璋来说就已经满足了。所以一直到元军杀过来烧了黄觉寺，朱元璋连这碗粥都没地方喝的时候，他才加入了所谓的义军，从此开始了他的造反生涯。所以在朱元璋的骨子里，他是坚定的相信，只要农民能有一块地，能够吃饱饭，就绝对不会造反。所以在他取得政权以后，他想到的江山永固的方法，就是让农民能够有土地，能够有饭吃。这种想法应该说并没有错，但他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却是充满了暴力和胁迫。任何一个王朝的末期，通常都会出现土地兼并的现象，元朝也不例外。那时候大量的农民没有土地，朱元璋采取的办法就是从地主手里没收土地，然后平均的分给农民。主要采用的是3种手段，一种呢是战乱时有些地主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到山中或者其他地方躲避战乱，这些土地在朱元璋取得政权以后都被宣布为无主之地，全部收归国有，然后再平均的分给农民。其次是将拥有土地的大量的富户强迫他们迁徙到都城南京，这样他们在故乡的土地就被自然的收归国有，然后分给当地的农民。再有一种方法就是制造冤狱。明初的几大案，不管是福威庸案、蓝玉案还是空印案，受这些案件株连的绝不仅仅是那些王公大臣，还有很多地方的富户。朱元璋将这些冤案扩大化，以此没收那些富人的土地。这几种方法呢，都是剥夺富人的土地，然后分给农民，可以说是朱元璋版的打土豪分田地。此外，由于元末的战乱，很多地方人口大量的减少，而有些地方，比如说像山西的南部，因为那个地方多山，所以到那里避难的人是越来越多。再加上元末的那几年气候非常的好，所以山西南部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朱元璋就计划将这些人从人口密集的地方迁出，迁到那些因为战乱已经是人烟罕至的地方去，比如说河北、河南、山东地区。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很有可能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几百万人从原居地迁出，而且大部分的情况是被迫的。朱元璋并没有要求举家迁出，而是让家中按一定的比例抽出1到3人来迁到其他的地方。中国人本来就是乡土难离，而且又喜欢一家人住在一起，朱元璋这样做无疑就造成了许多的人间惨剧，这势必会造成骨肉分离、家庭离散。
现在很多人的家谱上注明自己的祖籍都是出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这就是因为据说当时朱元璋要迁出山西的人，他首先发布了一项命令，说山西地区除了洪洞县大槐树下的人不迁，其他的地方人都要迁出，所以大量的人们就聚集在了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然后朱元璋突然改变了命令，说迁就迁大槐树下的人。这些人就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绳子束缚双手，然后被兵士押送着迁往外地。据说途中如果有人想方便的话，就需要向兵士们喊，兵士们这才过来解开他的绳子，他才能去方便。据说我们现在常用的去方便的代用词解手就是由此而来，是呼喊士兵过来为他们解开手上的绳索。那么解手这个词是不是就是这么来的呢？这恐怕只是一个民间传说。实际上在宋朝的白话文小说《错斩崔宁》一部书中已经出现了解手这个词，说的就是方便的意思。此外在元杂剧中也出现过这个词。解手这个词呢，很可能是出自于古人说的解手。解本身就是解除排掉的意思，而叟也有一种意思，指的就是排泄物，所以古人将方便一下，有时候就称为解叟，而慢慢的演变，解叟就变成了解手，这可能是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民间传说也与这次大移民有关，是说如果你发现你双足的小脚趾上面的指甲是双瓣的话，那就证明你是一个纯种的汉人。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你是来自于山西。据说当时被迁往外地的山西人日夜思念自己的故乡，有的人就偷偷地跑了回去。为了稽查他们，士兵就将他们小脚趾的指甲劈为两半，以此来甄别他们是逃跑的移民。所以这种特征就遗传了下来。几代以后，凡是发现自己的小脚趾是两半的人，就可以被认定为是山西洪洞人移民的后代。所以在民间传说中才有这样的诗句：谁是骨怀底下人，双足小指验甲行。这种说法大家一听就会觉得不靠谱。很简单，外伤是不可能遗传的。还有人说有这种特征的人是纯种的汉人，这是汉人的独有标志。实际上按照史书记载，最早提到这个双甲的人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发现自己的小脚趾是双甲，为此他还很感兴趣。然后他又进一步了解到，他的母亲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窦皇后也是半壮甲，而李渊的母亲独孤氏，也就是北周独孤信的女儿，也是半壮甲。李世民还发现他后宫中的宫女中也有很多人都是半壮甲，而所有这些人，包括窦氏夫人、独孤氏夫人，他们都是鲜卑人。所以说半壮甲与其说是汉族人的一个特征，倒不如说是鲜卑人的特征之一。所以有半壮甲的人并不能说明他们是纯种的汉人，而且不光是鲜卑人，世界上很多族裔都有这种身体特征。经过这一番操作以后，明初的社会状态很快就达到了朱元璋心目中的理想状态，就是有较多土地的大地主很少，只占 0.12%， 而 90% 以上的人都是小农。所以朱元璋追求的并不是一个人人富裕的社会，而是一个没有贫富差距的社会，是人人都贫困的社会，唯一的区别就是大贫或者是小贫。对于贫困的理解，朱元璋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他是一个资深的平民，而且后来又做了皇帝，这个过程让他对贫困有了更深的认识。朱元璋知道贫穷会遮蔽了人们的眼睛，让他们看不到了除食物以外的任何东西。贫穷也会夹住他们的身体，让他们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的欲望折磨。贫穷还会剥夺人们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们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变得卑躬屈膝，失去自我。而财富则让人有了多余的时间去关注自己的内心，关注周围的大千世界，思考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
这段话呢，并不是我说的，而是出自于美国的一位学者查尔斯·威尔伯。朱元璋心目中最理想的国民，就是应该像他当年那样，为喝到一口粥而终日劳碌的人。这样的人是最容易管理的，因为只要给他们一口饭吃，他们就不会造你的反。农民有了一点土地以后，下一步朱元璋就想将他们永远的固定在土地上，所以他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大明帝国的所有人口都详实地记录在了皇册之上，而且规定他们世世代代只能在这一个地方生活，外出100里以外就要申请路条，如果没有路条被抓到的话，会被依法严惩。不光是将农民永远地固定在土地上，而且还将全社会的人的职业都固定了下来。朱元璋将所有人分为3类，一类是农户，一类是军户，还有一类是将户。世世代代你只能从事你被分到的户别。朱元璋是想让社会上的方方面面完完全全的固定下来，所以他规定了各个阶层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穿什么材质的衣服，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女孩留什么样的发髻，穿不穿靴子，穿什么材质的靴子，能不能穿靴子。所以在明朝的时候，随便穿一件衣服，那是要惹出大麻烦的。所以如果你想在明朝穿一件潮一点的衣服的话，那你只能穿一件洗了没干的。朱元璋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静态的社会，是一个不需要任何的创造力、想象力，甚至是任何活力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是最容易统治的。而且朱元璋还用皇明祖训的方式，将自己管理社会的这套经验之谈传给了他的后代子孙们，并且规定皇明祖训中的治国理念一字不能更改。后世的大部分皇帝都严格地按照皇明祖训来执政，这样就使得大明王朝将近300年的天下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朝代。而这种稳定却是以牺牲了全社会的活力为代价获得的。所以西方世界在这300年中是风起云涌，但由此也诞生了后来西方的现代文明。而大明王朝就在这种小国寡民的状态下苟延残喘。世界与中国一个向前跑，一个向后撤，就在这300年间相错而过。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失去了唐朝时的自信，宋朝时的优雅，代之与农民的狡黠和痞性。这一切不能不说，都深深地刻上了朱元璋本人的印记。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农桑乃是立国之本。他心目中的理想状态是男人下田耕地，女人在家养蚕织布。男耕女织，村与村之间最好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他采用皇册以及户籍制度，最大程度地限制人员的流动。在他心目中，只有耕田织布，那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劳动。其他的活动，特别是商业活动，做这些事的人都是一些贪利之人，是应该受到社会的鄙夷的。所以他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绢布，但商人不管你多有钱，不可以穿丝绸。沈万三曾经帮助他修长城、修南京城，捐了很多的钱，这让朱元璋感到很恐惧，觉得沈万三富可敌国，居然比他还有钱，所以他就找个理由将沈万三发配充军，家产半数充公。既然不需要商业，那自然也就不需要什么海外贸易，所以朱元璋下令片板不得入海，海边以前靠打鱼为生的渔民都要内迁几十里。此举等于是放弃了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将自己封在了内地，这等于是他在海上建立了一道篱笆。同时他在陆上也建立了一道篱笆，就是加固长城。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段长城都是在明朝时期加筑的。海上的篱笆，陆地上的长城，不禁让我们想到了封闭的家庭中那高高的院墙。很多人认为出身贫苦的皇帝可能会对一般的老百姓好一些，毕竟呢，他更了解民间的疾苦。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像黄巢、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人取得政权以后，他们真的会对百姓好吗？
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下，在他们拥有了武力，能够凌驾于百姓之上的时候，他们对百姓是怎么样的。那时候他们并没有取得政权，但大量的屠杀已经是他们经常做的事情了。虽然说那些贵族们也是吸食民脂民膏，但他们毕竟吃了这么多年了，吃也吃腻了，而且他们自持贵族身份还有点吃相。而那些从最底层、从最贫困的阶层中走出来，掌握大权以后，吃相都是非常的难看的。朱元璋让人读孟子的时候，听到了孟子提出的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勃然大怒。他对身边的人说，如果孟子这个老家伙还在的话，我现在就会杀了他。什么叫民贵君轻？所以他命人删改孟子一书，删改的幅度达到了1/3之多，而且还下令将孟子请出孔庙。明朝初年，虽然农民分到了一些土地，但很快就因为负担不起沉重的徭役和各种变相的收费，最后纷纷卖掉了自己的田地，成为了雇农，甚至是流民。也许是因为朱元璋早年的经历，所以在他心中一直有一种仇官的心理。所以明朝时期的官吏，他们得到的俸禄是历朝历代中最低的，大概也就相当于唐朝的30%，和宋朝比，那更是无法比。大量的底层官吏生活的极为困苦，但这种困苦在朱元璋眼里看来根本就不算什么。官员手中拥有权力，但他们的生活又处在困苦之中，这样自然就会导致他们运用自己的手中的权力寻租。这一下正好是触动了朱元璋的逆鳞，他对贪腐的行为一向是不手软。明初有位重臣，户部尚书滕德茂，他被人举报说贪污军粮，朱元璋就把他抓起来腰斩，然后又派人去抄滕德茂的家，发现滕德茂的夫人正在家里头纺布，家里头一贫如洗。朱元璋不信，命人抛开滕德茂的肚子，看看他到底吃了多少油水。结果发现肚中只是一些粗粮和草菜，根本就没有什么油水，也没有什么军粮。朱元璋这时候才慨叹一声，看来他还是一个忠臣呢。在朱元璋的治下，只要贪污60两白银以上，就会被处死，而且是用极为残忍的刑罚，是要剥下这个官员的皮，然后往皮中塞满稻草，称为剥皮宣草，然后把这个东西挂在县衙的门口，警示继任的县官。大家可以想象，那是一种何等恐怖的画面。不管朱元璋怎样严惩贪官，但中明朝一朝贪腐现象始终是普遍存在，甚至可以说是无官不贪。明朝的很多名臣，包括高拱、徐阶、张居正，最终都卷入了贪腐一案。这也就难怪崇祯皇帝自缢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太监在陪着他，他的那些官员们早就与他离心离德了。明朝时期底层的官员生活更加的困苦。据说呀，有一位县中的主簿，有一次在街上行走的时候，突然一位乞丐拦住了他的去路。这个乞丐就站在他的面前，手中拿着一个破碗，里面还放着零星的几个铜板。这位主簿见到以后不禁勃然大怒，将这位乞丐扭送到了县衙，而且对他提起控诉。县官听罢以后也是同仇敌忾，认为主簿题中的控诉非常合理，所以就将这乞丐判了罪，罪名就是炫富。明朝时期百姓手里没什么钱，所以肯定不能是藏富于民。农民一年辛苦下来，交了各种赋税以后，手下基本上剩不下什么钱。如果碰到灾年的话，那就更惨了。那么农民手中无钱，官员的收入又这么低，那明朝的钱都去了哪儿呢？在以前的视频节目中，我曾经提到过，朱元璋是一个家庭观念非常强的人，他对他宫中的妃嫔，对他的皇后以及对他的儿子们都是非常的用心，也是非常的慷慨。其实朱元璋远不止对自己身边的家人好，他对所有姓朱的皇族成员都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慷慨。朱元璋规定，所有的皇族子弟不得从事任何的职业，不用经商，也不用从事农业，你只要在家好好的享福就可以了。每生一个朱氏子孙，就可以从朝廷中领取一大笔俸禄。
这样的话，那些朱氏子孙们，他们不从事其他的行业，那么他们最大的赚钱的渠道就是生孩子，生大量的儿子，领大量的俸禄，最终造成了诸子诸孙的开枝散叶的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朱氏子孙甚至达到了100多万人，这些人都是吃民脂民膏的。据史料记载，明朝一年财政收入的30%都是用来供养这些诸子诸孙。朱元璋规定，朱姓的王爷在哪里定居，哪里的地方政府就要供给他俸禄，衣食住行全要由地方政府负责。有些省份一年的财政收入还不足以供应住在当地的那些朱姓子孙们。明朝在历朝历代中，它的财政收入算是比较低的。在宋朝宋真宗年代，一年的财政收入大概是1.6千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已经是唐朝时期的3倍。而明朝呢，在它收入比较高的万历年间，从1570年到1580年，每年的平均财政收入是3078万两，只不过是宋朝的19%。明朝拥有比宋朝更广阔的土地，那么为什么它的财政收入反而这么少呢？那是因为宋朝财政收入的70%以上都是来自于工商业，农业税只占不到30%，而明朝时期81%的财政收入都是来自于农业税。朱明驾驭的历史倒车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体现在了人性方面，这就不得不提朱元璋时期实行的殉葬制度。朱元璋死后，让38名他身边的嫔妃为他殉葬。朱棣的时候是16人，即使是后来仁宣之治的明仁宗、明宣宗，也同样都有妃嫔为其殉葬。一直到明英宗朱祁镇，是因为前皇后的原因才废除了殉葬制度。在这过程中，被迫殉葬的女子远远不止宫中的这些人。大家别忘了，朱元璋还有那么多的诸子诸孙，那么多的藩王，他们自然也会遵循朱元璋的惯例，在他们死后用活人殉葬。朱元璋有个小儿子是颖王朱栋，他的陵墓被盗开以后，发现其中有6位未成年女孩的骸骨，他们都是朱栋的殉葬品。像朱栋这样的王爷，在大明王朝还有很多。在明英宗之前，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从朱元璋驾崩到朱祁镇驾崩，其中经历了66年。在这66年中，又有多少无辜女子被迫为诸子诸孙们殉葬？明英宗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但不管怎样，他废除了殉葬这一陋习，就不知能够挽救多少女子的性命。毕竟明朝总共持续了277年，后面还有200多年的光景，而朱元璋又有那么多的诸子诸孙。朱元璋在造反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日月重开，大宋天，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他取得政权以后，却是名成元制，而且他还责备元朝的统治者失之于宽，他要更加的严厉起来。1644年清兵入关，崇祯皇帝吊死在了眉山。虽然改朝换代，但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不过是从一轮黑夜又走到另外一轮更黑更黑的夜之中。我知道有些人对中华的传统文化一向是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一种腐朽落后的文化，是与世界潮流相抵触的。但也许我们看到的只是元明清的文化，它们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全部，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糟粕的一部分。我们文化中最灿烂的那一部分，在汉、唐、宋时间展现出光芒的那一部分，也许已经是因为时间太久，我们已经不记得了。但遗忘并不意味着它不曾存在，它也许就在某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等待着有识之士去发现，去发扬。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